他想好了，多少得给叶婉熙一点好处，否则他以后再也不进树林寻宝咋整啊？要想驴干活，就得先用胡萝卜吊着他。你真给我肉吃？给啊，不过我们吃完饭，你得帮忙刷锅洗碗。成交。一行6人重新回到营地时，众人都惊呆了。哇，姑姑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居然能猎到那么大一头野猪！哎呀，姑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不是姑姑猎的，是姑姑捡的。那也是姑姑厉害，别人都没捡到，就姑姑一个人捡到了。我姑姑可太厉害了。小家伙说完，还不忘问问周玉成：小王爷，我姑姑是不是可厉害了？是挺厉害的。他故作高冷的点点头，实则内心呢也在狂喜。他觉得叶喜喜真的是个有大气运的女子。之前的野鸡呀，今天的野猪，无不证明她就是上天的宠儿。一般般啦。叶喜喜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。要说厉害，也是人家叶婉熙厉害，她不过就是一个捡漏的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也该出发了。大家一会儿都走快点儿，下午咱们早点找地方落脚，然后杀猪吃肉。众人一听这话，瞬间是惊喜万分。我们也有猪肉吃啊！孟大虎看向叶喜喜，示意他跟大家讲：还是那句话啊，不白吃，要么花钱买，要么以物换肉，要么以劳力换肉。他有心帮这些人，但也不想养成他们理所当然的坏习惯。众人对此呢，倒也没有什么意见。一想到晚上有肉吃，众人走起路来腿也不疼了，是腰也不酸了，身体倍儿棒。老太君嫌弃许娇娇速度太慢，干脆从平板车上下来，倒腾着2条老寒腿，卖力地往前走着。肉啊，那可是肉啊，不能想，一想就要流口水了。许娇娇也想走快的，可她脚上全是血泡，根本走不快。不知是旁人速度太快，还是她速度太慢，走着走着，她竟然从队伍中间走到了队伍的最末端。四哥，你说许娇娇脑子是不是有坑啊？我活了20多年，还是头一次看到像她这种上赶着给人家当牛做马的女子。嗨，忘了你是个哑巴。四哥，刚刚那是人还是鬼？既不是人，也不是鬼，好像是野人。野人？四哥，快跑！我听说野人吃人呢。兄弟俩气喘吁吁地追上大部队，屁声和臭味很快就惊动了众人。老四、老六，你俩就不能离大家远点吗？自己有多臭，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娘，有野人。啥？有野人？咋回事？叶景云把刚才的事情完完整整跟孟大虎讲了一遍，重点强调野人吃人这个点。大虎说：我建议让老弱妇孺走在最中间，其他人走在两边，万一真要碰到野人，也能减少一些人员伤亡。孟大虎点点头，当即下达命令。人群中呢，有不少热血青壮年，也有很多贪生怕死之徒。李景坤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你他娘一个大老爷们儿，咋好意思往老弱妇孺那里钻的？被点名的李景坤恨不得扑上去咬死多管闲事的叶老六，可小命要紧，他只当没听见叶景云的话，死命的往江清月旁边钻。踩着我脚了！叶喜喜揪着他的衣领，直接将人丢出老弱妇孺的队伍，警告道：再敢往我老娘身边挤，我就亲自把你送给野人加餐。不敢了，不敢了。还有你们这些非老弱妇孺的大男人，都给我把眼睛擦亮了，谁再敢往我们这边挤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此言一出，刚才还在挤来挤去的男人们赶紧麻溜的滚出老弱妇孺的队伍。叶阳，我来啦，小王爷，你武艺高强，还是走在外围保护大家吧。月影看向自家主子，见他点点头，便把平板车给了叶喜喜。叶大小姐，有劳了。没事儿，麻烦你保护好我二哥和四哥，他俩有点菜。周玉成心说，他没听错吧？叶喜喜竟然让他的暗卫扔下他，去保护他二哥和四哥。光看周玉成逐渐黑掉的脸色，叶喜喜就知道这货又生气了。他拍了拍周玉成的肩膀，放心吧，我会保护好你的。许是怕周玉成不信，他故意加重了几分力道。周玉成差点没被他送走，脸色由黑又逐渐转变成红色。就他这力道，确实能保护好他。也就是我娘亲不让我去外围，要不然我真不放心把我2个哥哥交给月影保护。周玉成自闭了，怎么会有姑娘能有这么大的力气啊？他忽然怀疑，当初叶喜喜爬他的床是在故意逗他玩呢，否则就他这把子力气，要想办他，还不是轻轻松松的事情啊！哎呀，好啦，别气了啊！一行人忐忑不安地赶着路，可直至他们选好今晚休息的营地后，都未曾碰到过野人。众人议论纷纷。不管有没有，
大家还是小心为上，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别睡太死。孟大虎叮嘱完，便带着几个人去杀野猪了。叶喜喜则留在营地，指挥众人捡柴火烧水。为了能早点吃上野猪肉，大家伙干起活来都异常积极。安王爷一反常态的走到周玉成跟前，主动关心起了他的伤势。腿恢复的如何了？周玉成不想搭理他，答非所问的嗯了一声。安王爷碰了一鼻子灰，又去关心周玉宁。宁儿，他话还没说完呢，周玉宁已经跑到叶喜喜跟前儿。姐姐，我来给你帮忙。安王爷眼底闪过一丝尴尬，又看向一旁正在烧火的周玉安。安儿，娘，有蚊子。安王爷心想，这蚊子不会说的就是他吧？安王妃听出了儿子的暗喻，回道：你去找你叶姐姐，看看她那里有没有驱蚊的药膏。玉安，过来。周玉安犹豫了一瞬，跑了过来。你留在这里给我帮忙。别说周玉安了，就安王爷那种渣爹，他一个外人都不想跟他单独相处。安王爷心说，他这是被3个儿女嫌弃了。安王爷张了张嘴，刚想喊安王妃时，安王妃已经跑去找江清月了。知道自己不受待见，安王爷抹了抹鼻子，起身回去找几个姨娘了。野猪杀好后，孟大虎给叶家人分了一些，剩下的野猪肉呢，由专人统一炖煮，煮熟后大家一起分着吃。而叶家人呢，自然是自己做自己吃，都是一头野猪身上的猪肉。众人也不知道为何，叶喜喜炖的就是比他们炖的要香得多，香的孟大虎都想厚着脸皮去找叶喜喜要一碗肉吃。或许他真的得去找叶喜喜一趟，问问他那日说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。这几天呢，他一直盯着王冠钗，也没见他有什么异常。叶大小姐，大虎叔，你吃了没？没吃就在我们这边吃吧。好字刚出口，孟大虎就嗅到一股危险的味道，抬眸一看，就见远处的树林里亮起几十双绿油油的眼睛，是狼。与此同时，叶喜喜、周玉成等人也发现了。随着一声狼叫，其他人也都注意到了，他们被狼群包围了。瞬间，众人吓得是四散而逃啊！都别慌，狼怕火，咱们暂时是安全的。快跑，快跑！狼来了，狼要吃人了！说话那人一边吼一边冲出营地，下一秒他就被几头狼给分食了。见状，众人都不敢再乱跑，老老实实待在营地。叶喜喜也怕呀，要是只有几头狼的话，他还有信心能带领叶家人和安王妃几人全身而退。但是目测这里最少有上百头狼，而且数量似乎还在不断增多。饶是他再怎么力大如牛，也无法带着大家平安离开这里。扶起来。主子，您腿疾还未痊愈，一会儿就留在后方，照顾好自己。不用，等会儿照顾好娘和宁儿。大哥，娘有宁儿照顾，我跟你一起去杀狼。哎呀，你就老老实实留在这里吧。杀狼这事儿还轮不到你一个摊子。哎，别冲动，你要是有个3长2短，咱爹和咱娘非得宰了我不可。姑姑，你不能去，没有你，我可怎么活呀？前面几只狼不断用爪子刨着地面，似乎随时要扑上来一般。你们就听喜喜的吧，他是个好孩子，为了救咱们大家，宁愿牺牲自己一个人。妹妹说的对，如果没有人跟狼群血拼的话，我们都得死。咱们这么多人，凭啥让叶喜喜去送死啊？你们李家那么多儿郎，凭啥不派人去杀狼呢？赖心肝的玩意儿，就会站在一旁说风凉话。我们妹宝今天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就把你们全部拉出去喂狼。叶喜喜心说，不能盼着他点好啊。大家别想置身事外，那么多狼，叶大小姐一个人能应付几只？大家都找好镇守的工具，准备同狼群决一死战吧。今晚狼群不死，谁都别想安然无恙的离开。小狮子说的没错，这么多狼，仅凭1、2个人是杀不完的。大家还是抓紧时间，找好家伙事儿，准备战斗吧。狼的鼻子和肚子是他身体最脆弱的部位，等会儿若是对上了，就朝这2处地方攻击。似乎听懂了叶喜喜的话，狼群发出阵阵叫嚣的嘶吼，吓得叶喜喜一激灵。那个狼兄啊，咱们有话好好商量啊，别动不动就嗷呜嗷呜的，大晚上的怪吓人的。回答他的是此起彼伏的狼叫。就在这时，他在狼群中看到一个4肢着地的人影。二哥，我没看错吧？狼群中似乎有一个人。宋二福仔细看了看，确实是人。不会是野人吧？这什么狗屎运呢？又是野人又是狼群的，贼老天是不想让他活了吗？嗷呜！那个野人大哥，咱们有话好商量。你是不是想要吃的呀？我可以给你，但是你得让狼群往后退一退。叶喜喜胡乱地猜测着野人的意图，没想到误打误撞还真给猜对了。
野人停顿几秒，发出一声狼嚎后，那些野狼真的往后退了一些。好好好，我说话算话啊，这些吃的都归你了，你是自己过来取，还是我给你送过去？野人没有动。叶喜喜再次猜测，啊，你是让我给你送过去是吧？野人点点头，啊，行，我给你送过去，啊，但是咱们说好了啊，吃了我们的饭就不能再让你们的小伙伴伤害我们喽。野人再次点头，让月影去。不等叶喜喜答应呢，野人便发出阵阵不满的狼嚎。众人都听明白了，野人这是让叶喜喜亲自去送的意思。没事儿，我去送，你们放心，我爹在天有灵，一定会保护好我的。江清月、叶景安和周玉成都听懂了叶喜喜的意思，他们虽然担心叶喜喜的安全，可又不得不让她亲自去送，毕竟这么多人的性命都掌握在这个野人手里呢。美宝，你说你咋这么好呢？以前都是二嫂的错，你要是能平安回来，二嫂以后绝对不再跟你作对了。美宝，你小心，我们等你回来。叶大小姐，小心！我会没事的，你们放心。叶喜喜朝众人笑笑，然后端着热气腾腾的炖野猪肉，一步一步朝野人走去。离狼群越近，叶喜喜越是害怕，尤其是对上那一双绿油油的眼睛，恐惧是从脚底板直冲头顶。离他不到3米的距离，叶喜喜不敢再继续往前走了，用商量的语气：“野人大哥，我把肉给你放在这里，可以吗？”野人点头。叶喜喜把锅放下，然后拔腿就往回跑。等回到营地，他双腿一软，差点摔倒。老天奶呀，太臭了，胖臭的，我差点没被他熏死。见状，众人微微放下心来，还有力气吐槽，看来没被吓着。叶喜喜还想吐槽几句，结果野人又叫了一声：“是啥意思啊？”叶喜喜不懂，只能继续瞎猜。不够吃，还要？野人点头。叶喜喜认命的又给他送去一锅肉。结果呢，他人刚回到营地，野人又嗷呜起来。叶喜喜麻了，干脆推着平板车一次性给他送去2锅。可这点肉哪里够野狼吃啊？这次都不用野人嗷呜了，叶喜喜把锅放下，又赶紧回营地拉肉。还别说，这一来一往的，他倒是跟野狼们处出点感情来了。等他再次回到狼群这边时，一只小狼崽竟然主动靠近他，并冲他讨好的摇了摇尾巴。小狼崽小小一只，毛茸茸的，看起来还挺可爱，就跟小狗狗似的。叶喜喜被萌化了，突然觉得这些野狼似乎也没有那么可怕了。野人大哥，这是最后一锅了啊，我们没肉了，你们要是还想吃的话，等明日我们再猎到野猪再给你们炖啊。叶喜喜本想画个大饼忽悠野人和狼群，谁知野人嗷呜一声，不多会儿就有几只野狼叼着野鸡朝他跑了过来。眨眼的功夫，叶喜喜面前堆满了各种猎物。不是吧，你该不会是想让我们帮你们把这些野味给炖了？野人点头，真是活久见呢。叶喜喜活了2辈子，这还是头一次给野人和狼群当牛马。他苦笑一声，将猎物扔到平板车上送回营地。大喜说让人把这些猎物处理一下，我去狼群那边拉锅，等会儿还得继续给他们炖。孟大虎嘴角抽了抽，这么匪夷所思的一幕竟然让他给遇上了，顾不得感慨，赶紧分配任务。等叶喜喜再次回到狼群时，刚刚那头小狼崽正嗷呜嗷呜的跟着头狼说着什么，他听不懂，也懒得听，默默把几口锅放到平板车上，抬头跟野人说：“野人大哥，我先回去了啊，等会儿肉炖熟了我再给你们送过来。”野人点点头。叶喜喜拉着平板车往回走，走了没几步，发现身后跟了一头小狼崽，认出是刚刚冲他摇尾巴那只。你是打算跟着我去监工吗？小狼崽欢快地摇着小尾巴。叶喜喜没再管他，回到营地，他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地喝着灵泉水。小狼崽就站在他对面，眼巴巴地盯着他手里的竹筒，哈喇子直流。你也想喝？小狼崽嗷呜一声，算是回答。叶喜喜找了个空碗，给他倒了点水。小狼崽用舌头舔着碗里的水，小尾巴摇得更快了。一碗水下肚，他看向叶喜喜的眼神更加热切。我可以摸摸你吗？
小狼崽点点小脑袋，叶喜喜摸了他一把，立马兴奋地跟不远处的江清月说：“娘亲，我出息了，我竟然摸着活的狼了！”老天奶呀，他闺女真是太虎了，连狼都敢摸。要是跟小狼崽搞好关系，他的那些同伴们是不是就会放他们一命了？乖仔仔，叶喜喜揉了揉小狼崽的脑袋，又给他倒了些灵泉水。小狼崽喝完，用小狼爪拍了拍装灵泉水的竹筒，示意他跟他去狼群。你是想让我给你的同伴们送水是吗？小狼崽点头。还别说，这头小狼崽还挺聪明，知道灵泉水是好东西，就想着跟同伴分享。一人一狼重新回到狼群，第一次近距离跟野人接触，叶喜喜说不怕是假的，野人似乎也很怕他，在他靠近他的那一瞬就冲他龇牙咧嘴。小狼崽嗷呜几声，野人才逐渐平静下来。你的朋友让我过来给你送水喝。野人从四肢着地的姿势转变为双脚站立，双手接过竹筒，大口大口喝了起来。不知怎的，叶喜喜脑海里突然闪过前世看过的一则关于狼孩的新闻，他瞬间脑洞大开，猜测眼前的这个野人是不是也是狼孩。想到这里，叶喜喜忽然有些心疼眼前的野人。小狼崽叫唤一声，咬了咬叶喜喜的裤腿儿，用小狼爪指着野人的小腿。叶喜喜这才发现野人左腿受了伤，此刻还在汩汩冒血。你想让我救他？小狼崽点头，露出一副可怜兮兮的表情。我可以救他，但是你得问问他的意见。如果他愿意的话，可以跟我去我们营地那边有药。小狼崽冲野人又是一阵嗷呜。野人喝了灵泉水后，已经能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上的伤好了不少。犹豫了一会儿，他点点头，答应跟叶喜喜去营地。这时呢，2条野狼窜了出来，野人骑坐在一只野狼的后背上，然后指了指另一只野狼，示意叶喜喜坐上去。这可是尊贵的狼大爷呀，叶喜喜哪敢坐他的身上啊？不用，我腿着挺快的。那头野狼冲他呲了呲牙，叶喜喜吓得赶紧跳上他的背。还是骑狼更快。众人看到叶喜喜骑着一头狼回来的时候，差点惊掉下巴。姑姑回来了，骑着狼回来了。娘亲，我又出息了，我骑着狼回来了。江清月表情复杂，不知道该如何接话。周玉成的表情同他一样复杂，果然他对叶喜喜的了解不足1/1000。好了，狼兄，就停在这里吧。2哥4哥，劳烦帮我们这边生一堆火。野狼大哥腿受伤了，我得给他处理一下伤口。野人看到他们靠近，冲他们龇牙咧嘴的咆哮。野人大哥别怕，他们都是好人，不会伤害你的。野人一脸警惕地盯着他们。宋二福和叶景安被盯得后背是冷汗直冒啊。野人大哥，你坐这里。叶喜喜示意野人坐下，然后蹲在他面前探查他的伤势。只见他肌肉发达的小腿上是一排锯齿状的伤痕，伤痕深可见骨，看样子应该是踩到捕兽夹了。叶喜喜先用灵泉水给他清洗了伤口，然后又借着小挎包的掩饰，从空间里取了他先前在京城里买的止血药膏和纱布，给野人包扎伤口。切记，你这条伤腿不能碰水，还有你要注意个人卫生，否则伤口会感染，严重的话就要截肢。野人点头，你身上很脏，有很多细菌和病毒，这样不利于腿伤的恢复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让我2个哥哥带你去河边洗澡，你放心，他们都是好人，不会伤害你的。野人不说话，叶喜喜也没有逼迫他，你在这里休息一下，我去给你做点吃的。刚刚那些肉都被狼群吃了，野人一口没动。叶喜喜想着他应该也饿了，便飞快地做了一碗鸡块刀削面端给野人。一碗刀削面下肚，野人并没有吃饱，嗷呜嗷呜地叫着。可怜见的，也不知道这孩子都遭遇了什么，连句话都说不明白。娘亲，我怀疑他是被狼养大的。被狼养大的？您注意他的走路方式，就跟狼一样，四肢着地，而且他的双手总是情不自禁地做出爪状，很明显他把自己当成狼的同类了。江清月心疼不已，下意识地想要去摸野人的头。孩子别怕，你想吃面吗？想吃的话，婶子再去给你煮一碗。野人点头，你坐着等一会儿，婶子去给你煮面条。江清月说完，起身回了自家营地，打发温热铜和面。他呢，则打了盆水，重新回到野人这边给他洗脸。真不是闺女夸张，这孩子真是胖臭胖臭的。孩子，你别怕，婶子给你洗把脸，脸洗干净了，人也舒服了。野人不配合，双手成爪状，就要朝江清月挠去。叶喜喜气坏了，一巴掌拍在野人后脑勺上，训斥道：我说你这个人咋还过河拆桥呢？我娘亲刚刚才给你喂了饭，你非但不感恩，还想挠他。
野人被打懵了，一脸茫然地看着叶喜喜。叶喜喜也懵了，他刚刚真是胆大包天呢，竟然连野人都敢打。看着野人没反应过来之前，他赶紧从包里抓了一把肉干就往野人嘴里塞。那个野人大哥，刚刚是我冲动了啊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别跟我一般见识。野人似乎很喜欢肉干的味道，大口大口的嚼着，刚刚的不快也被他抛之脑后。叶喜喜松了一口气，忽然看见不远处刚刚送他们回来的那2头野狼正虎视眈眈地看着他，当即是汗毛竖起。他把手里的肉干扔到他们面前，求饶道：“狼兄，我跟野人大哥开了个玩笑，你们千万别介意哈。”这2头野狼呢，似乎也很喜欢肉干，他们收起凶神恶煞的表情，低头吃着肉干。野人嗷呜一声，表示自己还想要。叶喜喜趁机跟他谈起条件，把手和脸洗干净，我就给你吃。野人听懂了，看向对面的江清月，示意他给自己洗脸。江清月浸湿帕子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擦拭着野人额头的脏污。很快，野人脏兮兮的额头被洗得干干净净。江清月很满意，继续给他擦左眼处的脏污，一连擦了10多遍，可那脏污依旧如初。啊，娘亲，别擦了，再擦就秃了皮了，那好像是他的胎记。叶喜喜说话的同时呢，眼睛却死死盯着野人那双有些熟悉的眼睛，真像四哥和叶老六的眼睛啊。他心里闪过一个念头，这野人该不会又是他的哪个哥哥吧？大哥、2哥、3哥和5哥都是在战场战死的，7哥呢是生下来就夭折的，唯有8哥他是幼年失踪的，所以他会是8哥吗？不多会儿，江清月就给野人洗干净了脸，看着他左眼上黑色的胎记，忍不住咒骂道：“一定是他家里嫌弃他脸上有胎记，才把他给扔了。”闻言，叶喜喜便确定了，野人并不是8哥。这胡子也太长了吧，都打结了。好孩子，婶子给你把胡子剃了，剃了之后吃东西不碍事。野人不语，江清月从兜里掏出闺女给他的大白兔奶糖，塞到他嘴里。剃了之后，婶子给你糖吃。甜滋滋的奶香味儿在野人的口腔中快速弥漫开来。他看着江清月，微微点头。见野人乖巧的像个孩子似的，叶家其他人也按耐不住好奇，一一走过来围观。方翠兰眼尖嘴快：“娘，我咋觉得这野人有些眼熟呢？”被他这么一提醒，江清月也觉得他有些眼熟。我想起来了，像公爹，不过公爹比他干净爽朗一些。公爹没留胡子，大嫂，你仔细瞧瞧，是不是像公爹？好像是有那么一点。江清月瞳孔微缩，第一反应呢，这是他丢失的小儿子。可转念一想，不对，老爸脸上没有胎记。他颤抖着手，一点一点剃掉野人脏兮兮的胡须。很快，他整张脸暴露在众人的视线中。娘，真的跟公爹很像，他该不会是公爹的私生子吧？话刚一出口，他就后悔了。这万一要被他说中了，婆母估计得把公爹拉出来鞭尸吧。二嫂，你真是唯恐天下不乱啊！咱爹跟咱娘啥感情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还私生子呢，你是真敢瞎说？我随口一说。娘，会不会是8弟啊？不是，老爸脸上没胎记。娘亲，那会不会不是胎记，而是中毒了？老爸腰上有一处红色胎记，景安，你带他去河边洗澡。野人不肯让叶景安靠近，叶景安从自己的兜里掏了一把肉干，塞到他手心，比划着：“洗完澡，再给你多多的肉干。”叶喜喜怕野人听不懂，刚想叫周玉成过来帮忙翻译时，就见野人点点头，乖乖跟着叶景安去了河边。他们身后还跟着叶景云。叶喜喜忙跑到宋二福的马车跟前，借着马车的掩护，从空间里取了衣服和鞋子，让叶子轩给叶景安和野人送去。见江清月坐立不安，叶喜喜温声安慰道：“哎呀，娘亲，您别着急，坐着好好休息一下。”喜喜，娘亲坐不住。叶喜喜满眼心疼地看着江清月，没有说话。等待的时间是漫长又难挨的，结果也是残酷的。娘，没有胎记，不是老爸。叶景云的话像是一记重锤，狠狠地锤在了江清月的心脏上。他双腿一软，差点摔倒在地。这种得而复失的感觉简直糟糕透了。娘，娘亲，祖母，他的老八究竟在哪里呀？如果野人不是8哥，那会不会是夭折的7哥呀？想到这里，叶喜喜茅塞顿开，他用意识跟系统交流。哎，系统，可以做 DNA 鉴定吗？目前不行，等系统升级为2级系统后，会自动开启医疗空间。到时候不但可以做 DNA 鉴定，还可以做手术，购买现代医疗物资。垃圾桶！我不管你们是怎么想的，
既然这个野人跟你们爹长得很像，那就是跟咱家有缘。我也不管他是不是你们爹的私生子，我都打算带他去北地。不是吧？听娘亲这话，死鬼老爹也是个渣渣。不行，今晚得抽空再进空间一趟，好好骂他一顿。不管是不是渣渣，先骂了再说。娘，我没意见。娘，你还是先问问那野人的意见吧。他还有那么多狼朋友在这里，会答应跟咱们一起走吗？孩子，你愿意跟婶子走吗？你要是愿意的话，以后婶子天天给你炖肉吃。野人摇头，他不愿意。狼群就是他的家人，他不会抛下自己的家人。正是，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？你竟然要带着一个野人在队伍里，你就不怕他兽性大发，伤害我们吗？是啊，带着他跟带着一群狼有什么区别啊？我不同意，你们要是打算带他，就滚出流放的队伍。叶喜喜不说话，将这些人一一记在心里，只等秋后算账。都闭嘴！要不是叶家人，咱们今天都得喂狼。清月不过是想带个野人而已，有什么不行的？那野人从来到咱们营地就没有伤害过任何人，说明他本性是个好的，只要好生教导，断然不会伤人。没错，那野人跟叶大将军长得确实有6、7分相似，我觉得应该多少跟叶家有点亲缘关系。人家不过是想要带上自己的亲人而已，有何不可的？你们若是想带自己的亲人，我萧云也不反对。多谢几位仗义出言，我叶喜喜今天把话放在这里。野人我待定了，我们叶家人还没有死绝，轮不到别人对我们家的事指手画脚，再敢逼逼我放狼咬死你们！他本意是想吓唬吓唬这些人的，谁知道小狼崽嗷呜一声，当真跑到老太君那里，朝他的小腿狠狠咬了一口。老太君大叫一声，差点没疼晕过去。小狼崽回来，这个小狼崽能处，有事他是真上。不过老太君还不能死，现在死了多便宜他呀。小狼崽摇着尾巴回来了，你都不嫌那老太婆臭啊，还咬得那么实在。安慰好小狼崽，叶喜喜又蹲在野人跟前跟他交流。你是怕你走了之后，你的朋友们没人照顾吗？野人点头。叶喜喜想了想，那如果我说我们可以带着他们一起走，那你愿意跟我们一起走吗？他指了指不远处的狼群，嗷呜嗷呜的叫着。叶喜喜听懂了，那是说要把他的小伙伴们都带上。可以。叶喜喜点头，有灵泉空间在，带上狼群没啥问题。问题就在于安小王爷时好时坏的情绪上，那可是上百头狼啊，万一安小王爷情绪一不好，空间又再次缩小，该怎么办呢？难不成要把这些野狼都进献给上级系统？以后就叫他景硕吧，取自震古烁今之意。娘希望他以后光芒耀眼，成就非凡。娘，那我该叫他啥？哥哥还是弟弟？叫弟弟吧，他苦了那么多年，也该体会一下来自哥嫂们的疼爱和偏宠。当然，喜喜还是咱们家最小的。叶家认亲这么大的事情，自然少不了安王妃。他带着周玉安和周玉宁，拿着几个鸡蛋过来送贺礼，顺便呢近距离的看看传说中的野人。叶喜喜趁他们投喂新哥哥叶景硕的时候呢，拿着2块绿豆糕，悄悄走到周玉成身边。饿了吧？先垫垫肚子。谢谢。你的腿疾恢复的如何了？还没完全好，不过能走几步了。那你好好养着。他或许就是你那个早夭的七哥。啊？你怎么知道？直觉。看着不远处的叶景硕，周玉成皱了皱眉。西宁国有一种秘术，可以验证血缘关系，比滴血认亲更靠谱。我会派人去西宁请人过来，验明叶景硕的身份。不必那么麻烦，我回头问问我爹。倒是把神通广大的叶大将军给忘了。好，那有其他需要的，你尽管开口。还真有需要你帮助的，但说无妨。不必这么紧张，我就是想问问，如何才能让你保持心情愉悦？周玉成有些傻眼，心跳却莫名的加快起来。我爹之前给我托梦，说你会死于辛弃玉节，算算时间，离你死也没有多少日子了，所以我想让你开心一点，心情不要大起大落，争取活得久一点。毕竟安王妃、玉安和玉宁他们都需要你。我知道了，我会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的。你也不用太过悲观，有圣水在，只要你能保持心情愉悦，一定可以长命百岁的。好，那你能每日给我1颗糖吗？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家子轩和子明有的，你也都会有。好，我会听话的。周玉成差点没被自己恶心死，叶喜喜呢却被他逗得眉开眼笑。他像是逗叶子轩和叶子明似的，捏了捏周玉成的脸，真乖。你好好休息吧，我得回去看看我七哥了。目送他离开，周玉成的脸颊飞快地滚烫起来，长这么大，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敢捏他的脸。
不对，上次某人爬他床的时候好像也捏过。想到这里，周玉成是又气又恼，可气过恼过之后，就剩下几丝淡淡的甜蜜。他觉得叶喜喜对他是不一样的，否则全京城那么多好儿郎，为何他偏偏爬了自己的床？为何他身边男子不断，他却只独独的捏了自己的脸颊呢？恭喜宿主，当前小王爷对您的喜爱值为100，信任度为80。作为奖励，灵泉空间将会再一次升级。此次升级后，空间面积会进一步扩大，其他意外之喜还等宿主自己去探索。系统的提示音让叶喜喜瞬间是心情大好，他用意识探查了一下灵泉空间，确实比之前大了不少。这下别说是100头狼了，就是10000头，空间也能容得下。至于其他意外之喜，叶喜喜还没有发现。秦硕哥，你吃饱了吗？吃饱了的话，咱们就去跟你的朋友们打声招呼。叶景硕点点头，跟着叶喜喜骑着2头狼重新回到狼群。景硕哥，我暂时把你的朋友们都安置在一个秘密基地，等咱们到了北地，我再把他们放出来，你看可以吗？叶景硕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。不行，他要随时都能看到他的朋友们。叶喜喜头大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难不成他们在前面走着，然后让狼群跟在他们身后？笨蛋，带叶景说去灵泉空间看看不就可以了吗？那么大的惊喜，这闪开宿主竟然不会利用，真是气死本头了。叶喜喜欣喜若狂，他也没有想到空间再次升级后的惊喜竟然是可以带活人进入空间，当即小手一挥，直接把叶景硕和狼群一同带入灵泉空间。突然的场景变化让叶景硕和狼群全都愣在原地了。景硕哥，把你的朋友们暂时安置在这里可以吗？等咱们到了北地，我再找座山，然后把他们放回到山上去。这次叶景硕没有反对，那咱们出去吧，等有时间了我再带你进来看你的野狼朋友们。叶景硕点头。叶喜喜正准备带他出去时，小狼崽咬着他的裤腿也要出去。小家伙，你也要出去吗？小狼崽点了点头。好，我带你出去。话毕，2人1狼出了林子。景硕哥，咱们是人，用双脚走路就可以，就像我这样，你试试。在他的鼓励下，叶景硕站直身体，尝试着用双脚走路。他的腿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走起路来也没有什么不适。可江清月不知道，离得老远看到他走路，当即打发叶景安拉着平板车去接他。叶景云屁颠屁颠的跟了过来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：狼群呢？回去了。叶景云哦了一声，折腾了一整晚，孟大虎让大家原地休息半天，等中午再赶路。狼群散去，大家伙内心的恐慌也彻底消散。不多会儿，营地就传来一道道响亮的呼噜声。叶喜喜被吵得睡不着，看江清月也没睡，就一挥手把她带入了空间。闺女，这里是哪里？不等叶喜喜说话，她自问自答：不会是阴曹地府吧？不是，我爹说是一个小神仙的洞府。神仙洞府啊？对，叶喜喜主打一个吹牛不打草稿，解释不通的全部推到死鬼老爹身上。娘亲，您先吃点饭，我出去把子轩和子明带进来。好，你去。江清月好奇地打量着神仙洞府的一切，内心是感慨万千呢。当看到不远处的黑土地上成群结队的狼群时，他害怕的全身直打颤。好在狼群并没有要过来的意思，江清月这才稍稍放心下来。这时，叶喜喜带着哈欠连连的叶子轩和叶子明进了空间。姑姑，这里是狼窝吗？叶子轩第一眼便看到狼群，苦着一张脸问：姑姑，你是嫌我不听话，要把我喂给狼当口粮吗？我乖，不喂狼，不喂狼。放心吧，我们子轩和子明都是好孩子，狼不会吃你们的。叶喜喜牵着2个小家伙的手去青砖瓦房里吃东西。哇，这么多好吃的！一看到美食，叶子轩什么狼都不怕了，盯着桌子上的美味佳肴，哈喇子直流。尝尝吧，这里可是神仙爷爷的地盘，这些吃的也是神仙爷爷的，所以你们要替姑姑保守秘密哦。要不然以后神仙爷爷就再也不让咱们来这里了。梁小芝很好忽悠，当即拍着小胸脯保证绝不告诉任何人。娘亲，你也尝尝，您要是吃不惯可以吃些别的。闺女，咱们吃了小神仙的东西，他不会生气吧？不会，我爹跟他关系很好，神仙说了，除了后院不能去之外，其他地方咱们都可以去，这也是看在我爹的面子上给咱们的特殊照顾吧。好。待江清月进来之前，他就把搜刮来的宝贝全部用意念挪到了后院，怕那么多金银珠宝、瓷器字画吓着老娘，所以叶喜喜暂时不打算告诉江清月那些东西的存在。那咱们该怎样答谢小神仙？
不用答谢，该给的谢礼我爹都给过了。江清月这才放下心来，咬了一口汉堡，不是很喜欢，他皱着眉也没敢多说什么，毕竟神仙赐不能拒啊。娘亲，吃不惯就扔给那些鸡鸭牛羊吃，这里吃的很多。为啥鸡鸭牛羊啊？等会儿拿出去给你大嫂、二嫂、四哥和小哥尝尝，毕竟是神仙给的东西，让他们也跟着沾沾福气。祖母、姑姑，神仙爷爷的东西真好吃。好吃的话，等晚上咱们再进来吃。娘亲，你跟梁小芝先吃着，我出去一趟。说着，他拿了一个汉堡，急匆匆出了空间。此时的周玉成呢，正盯着叶喜喜所住的庇护所，百思不得其解。虽然庇护所挂着帘子，看不到里面的情形，可他内力深厚，自然能感觉到那里面并没有人的气息。所以叶喜喜他们究竟去了哪里？就好像凭空消失了一般。叶喜喜从庇护所出来的时候，刚好对上周玉成审视的眼神，他心里咯噔一声，暗道不好，这厮应当是发现什么了。好在有死鬼老爹背锅，他也没什么可怕的。见叶喜喜完好无损的活着，周玉成便收回目光，闭眼假寐。他无心窥探叶喜喜的秘密，只是担心她的安危而已。正想着，就听到一阵很轻的脚步声朝他走来，是叶喜喜。他睁开眼睛，对上少女澄澈的眸子。那我爹给的，说是神仙吃的东西，趁现在大家都还睡着，你赶紧吃吧。周玉成感动坏了，他觉得叶喜喜一定是爱惨了自己，所以呢，才舍得把神仙给的东西送给他，强压住内心的激动。他拆开油纸，咬了一口汉堡，原本的感动瞬间化作不可置信。不是吧？神仙吃的东西，口味这么奇特的吗？不能说难吃，但绝对算不上好吃。怎么不好吃？没有，挺好的。不好吃就别吃了，一会儿我熬点粥给你送过来。没事儿。行吧，那我回去睡觉了。看着他的背影，周玉成感慨万千。不行，他得尽快好起来。叶喜喜身上秘密太多，偏偏又不是一个安分的主。就凭黑不溜秋的叶老四，胖如小山的叶老六，和连正常走路都不会的野人叶老七，是护不住他的。就算再加上他唯一一个还算正常的哥哥宋二福，也无法保护他。直觉告诉他，叶喜喜将来肯定会遇到更大的危险。准确的来说，应该是叶家所有人都会遇到危险。纵使他们有叶大将军庇护，可那又如何呀？叶老四、叶老六和叶老七不还是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中毒了吗？他不觉得发生在叶家几兄弟身上的事情是巧合，再怎么巧合也不可能兄弟三人都中了毒，唯一的可能就是有人在故意针对叶家人，至于那人是谁，他也不得而知。灵泉空间里，叶喜喜也在思考，究竟是谁在故意针对叶家人？若是真的有人在故意针对叶家人，那有没有可能其实死鬼老爹、大哥、二哥、三哥、五哥、八哥都还活着，只不过他们跟四哥、叶老六和七哥一样都中了毒？这样想着，叶喜喜瞬间是头大不已。哥哥们没死是件好事儿，可死鬼老爹要是没死的话，那将来谁替他背锅呀？还有他撒的那些弥天大谎又该怎么圆呢？闺女，屋外那块黑土地就那么一直空着啊？等我闲了种点菜，种点粮食啥的，也省得咱们花钱买了。那等再路过村子的时候换点种子，反正娘亲闲着也是闲着，以后没事就来这里种种地，成熟后咱们自己留一些，剩下的都给小神仙，就当是付给他的房租。成，等闲了我把我四哥小哥也带进来，让他们用灵泉水泡泡澡，争取早日把体内的毒给解了。商量完这些，叶喜喜带着江清月和梁小芝出了空间。不多会儿，其他人陆续醒来，生火的生火，做饭的做饭。叶家这边呢，做饭的依旧是温若彤和方翠兰妯娌。江清月把自己吃剩的汉堡切成了6小块，偷偷摸摸的喂给叶家其他人，还不忘特意叮嘱他们：这是神仙给的，快吃。叶喜喜看到了，差点没笑出声来。便宜娘亲还真是怪可爱的。吃过午饭，流放的队伍再次启程，赶在天黑之前呢，他们平安抵达流放路上的第一座城池嘉县。今晚他们将在这里的驿站休息一晚。驿站的环境并不是很好，但是比起荒郊野外，这里显然要好得多。不过驿站也不是能免费入住的，叶喜喜吃不了住大通铺的苦，果断掏钱要了6间双人间。至于其他人爱咋咋地，跟他无关。见叶喜喜没有给自己开房间，叶景云说不难过是假的。难过之后呢，他便硬着头皮想去马棚凑合一晚。谁知道等到了地方，才发现那地方臭气熏天，还不如睡在荒郊野外呢。
实在没办法，他只好敲开叶景安和叶景硕的房门。四哥，我今晚能在你们这里打地铺吗？叶景安指了指老娘和叶喜喜的房间，示意他去问问他们的意见。要是他们同意的话，他就同意。这时，叶喜喜打开门，面无表情道：“四哥，让他住下吧。你和小哥来我们房里一趟，娘亲有话要对你们说。”有什么话是我不能听的？那可太多了。别以为他今天没看见，这狗东西今天又屁颠屁颠的往叶婉熙跟前凑。叶景云深知老娘不爱他，气鼓鼓的冲叶喜喜冷哼一声，进屋打地铺。好，景硕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叶景硕双手成爪状，恶狠狠地瞪着叶景云，似乎要吃了他一般。四哥，你赶紧把人弄走。叶景安白了他一眼，拍拍叶景硕的肩膀，领着他进了隔壁叶喜喜的屋子。叶喜喜扫视了一眼走廊两边，确认四下无人后，关上房门，插上门栓，然后挥手带着叶景安和叶景硕兄弟俩进了空间。看到狼群，叶景硕像是一匹脱了缰的野马似的跑去找他们玩耍，而叶景安呢，则傻站在原地，久久无法回神。四哥，这里是咱爹一位神仙朋友的洞府。听完叶喜喜的介绍，叶景安对自家老爹简直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，还得是他老爹呀，三界通吃，到哪儿都有人脉。四哥，咱爹说让你和小哥用灵泉水泡泡澡，看看能不能早日把体内的毒素排完。叶喜喜指了指河边的两个大木桶，示意叶景安坐进去。叶景安点头，先去把正在撒野的叶景硕带回来，塞到木桶里，然后才扶着另一个木桶坐了进去。四哥，你们先泡着，我跟娘亲种地去。江清月出身名门贵族，并不会种地，这会儿拿着锄头站在黑土地里，不知道该如何下手。闺女，这地咋种啊？应该先要翻地吧？翻多深？我不知道。母女俩是大眼瞪小眼。啊，算了，等明日娘亲向你养家二哥请教请教。叶喜喜本来也想带宋二福进空间泡泡澡解解乏，可他跟月影同住一屋，为了不被怀疑呢，他只能暂时放弃这个念头，得改天得空了再带二哥进来。屋外迟迟不见叶景安和叶景硕回来，叶景云十分八卦的趴在叶喜喜房间门口，想要听听里面谈话的内容。六弟，二嫂，大半夜的你不在房里睡觉，跑出来干啥？你还好意思说我？你大半夜的不在房里睡觉，跑娘和妹宝的房门口干啥呀？难不成是打算偷钱啊？别胡说，我哪有啊？